1969年，当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的那一刻，一句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让全世界沸腾，他成了举世瞩目的英雄。可让人不解的是，这位登月第一人凯旋归来后，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仿佛刻意回避聚光灯，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不参加公开活动，生活也过得平淡低调。这不禁让人疑惑，这位创造历史的英雄为何选择了深居简出？他在月球上到底经历了什么？随着时间流逝，关于阿姆斯特朗的各种传闻越来越多，直到多年后，他去世前的一则传闻才打破了漫长的沉默。据说他在临终之际留下了一封信，揭开了在月球上的惊人发现，引发了全世界的震惊和争论。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回到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国在太空领域争得不可开交。为了在冷战中胜出，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1年向全国承诺要在10年内实现登月。此后，美国投入巨资启动了阿波罗登月计划，全国上下都为此大胆目标紧张又兴奋地努力着。虽然期间经历了一些挫折，比如1967年阿波罗1号地面测试时发生火灾，3位宇航员不幸牺牲，但美国人实现登月的决心并未动摇。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3名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踏上了前往月球的征程。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尝试将人送上另一颗天体，举世瞩目。经过多日航行，飞船进入月球轨道，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坐的登月舱鹰号开始降落，过程惊心动魄。着陆雷达的数据一度迟迟没有出现，登月舱偏离了预定地点，险些降落在布满巨石的坑洼地带。在最后下降过程中，飞船的警报突然频繁响起，但阿姆斯特朗凭借冷静的判断力和丰富的飞行经验，几年前他曾在双子座任务的险情中临危不乱，果断接管手动控制，一边躲避地表障碍，一边密切留意燃料余量。就在燃料几乎耗尽的瞬间，鹰号登月舱终于在月球近海地区安全着陆。当阿姆斯特朗报告这里是近海基地，鹰号已着陆时，紧张不已的休斯敦指挥中心和全球观众终于松了一口气，全世界瞬间欢腾。几个小时后，38岁的阿姆斯特朗穿着笨重的宇航服，小心翼翼地沿着舱梯踏上月球表面。他说出了那句家喻户晓的名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话音落下，眼前展现出一片灰白而寂静的世界，没有空气，没有声响，只有他的呼吸和心跳在头盔内回荡。这死寂陌生的月球荒原，让人类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地球之外的荒凉与壮美。随后，奥尔德林也迈出了舱门，两人在月球表面共停留了2个多小时。他们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安装了科学仪器，采集了月岩样本，并接收了来自地球的电话祝贺。据估计，当时全球有近6亿人通过电视和广播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人类第一次有了共同庆祝的太空壮举。阿波罗11号登月的成功被视作太空探索新时代的开端，也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就在全球现场直播这历史性时刻的过程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发生了。在2位宇航员执行月表活动期间，电视画面和无线电通讯曾意外中断了约2分钟。虽然信号很快恢复正常，但这短暂的静默后来成为无数阴谋论者争相讨论的焦点。
对于时年39岁的阿姆斯特朗来说，如此临危不乱绝非偶然。在此前的航天生涯中，他多次化险为夷，以冷静和胆识证明了自己。1966年，他在双子座8号任务中成功控制住了高速旋转失控的飞船，挽救了自己和同伴。1968年，他在测试登月飞行器时突遇故障坠毁，千钧一发之际弹射逃生，毫发无伤。这些经历令 NASA 的同僚们深信阿姆斯特朗是不二人选，他也不负众望地完成了首次登月任务。登月任务完成后，阿姆斯特朗等人满载荣誉地踏上归途。他们的指令舱在返回地球时降落于宁静的太平洋。宇航员们被立即送进隔离舱观察，以防月球上可能存在的未知病菌被带回地球。3周的隔离期结束后，3位宇航员受到盛大的英雄式欢迎，他们乘坐车队穿行于纽约曼哈顿，数十万民众夹道欢呼。此后，阿姆斯特朗一行还进行了全球巡回访问，所到之处万人空巷，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亲自接见，视他们为人类壮举的象征。阿姆斯特朗一夜之间成为了传奇般的人物。然而，在聚光灯下的荣耀背后，一些细节却耐人寻味。在返回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许多人注意到阿姆斯特朗的神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兴奋和轻松。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显得谨慎而沉静，甚至有些心事重重。这与大众心目中凯旋英雄应有的神采飞扬形成了鲜明反差。一些观察者后来回忆说，当时宇航员们看起来仿佛在隐瞒什么似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只是阿姆斯特朗一贯低调内向的性格使然。无论如何，在随后的日子里，阿姆斯特朗基本谢绝了大部分媒体采访和公众活动，尽量避免出现在人群面前。1971年，阿姆斯特朗主动从美国航天局辞职，返回家乡俄亥俄州，在一所大学担任工程学教授。他似乎渴望回归平静的生活，远离名利的喧嚣。许多人觉得这样的选择颇为出人意料，毕竟登月让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声誉。一些人猜测，站上历史巅峰之后再无更伟大的目标可追，让他产生了失落感。也有人怀疑，他在月球上的所见给他带来了某种心理阴影或沉重压力。甚至有阴谋论者揣测，美国航天局对阿姆斯特朗下达了某种保密指令，禁止他透露登月时目击的异常情况，以至于他只能选择沉默。各种离奇说法甚嚣尘上，但当事人始终没有对此做出回应。阿姆斯特朗日常生活低调简单，私下里甚至对亲友也很少谈及登月细节。此外，他的婚姻生活也出现了裂痕，结发妻子多年后选择与他分道扬镳，使阿姆斯特朗的晚年更加孤独。久而久之，他这种近乎隐居的状态让外界更加好奇，那段登月旅程究竟对阿姆斯特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据身边的朋友回忆，阿姆斯特朗完全不在乎名利，他曾对同事说过，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登月壮举是成千上万幕后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他一人的功劳。过高的个人赞誉常让他感到不安甚至愧疚，因此他极力避免被当作英雄偶像来消费。登月后，几乎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公司都曾邀请他代言广告，但他一次也没有接受过。阿姆斯特朗甚至不轻易签名或开支票，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签名会被人当作纪念品收藏，甚至拿去拍卖。他的一缕头发曾被理发师偷偷高价卖给收藏家。
得知此事后，阿姆斯特朗尴尬不已，并要求对方将收益捐给慈善。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觉得他放弃名利的做法有些傻气，但了解他的人都由衷敬佩他这种不逐名不逐利的高尚境界。时间飞逝，阿姆斯特朗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他依旧淡出在公众视野之外，守口如瓶地过着平凡日子。然而2012年8月，这位传奇英雄因心脏病并发症辞世，享年82岁。本以为他的离去将为这个壮举故事画下句点，未料到却因一封神秘信件的传闻再次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波澜。据说在去世前不久，阿姆斯特朗终于打破沉默，写下了一封最后的信，详细记录了他当年在月球上的离奇经历。这封信的内容令人瞠目结舌，几乎如科幻小说般不可思议。据传，阿姆斯特朗在信中回忆了阿波罗11号任务中一些从未公开的片段。他写道，当登月舱接近月球表面准备降落时，他们透过舷窗看到月面附近出现了奇异的闪光点。这些发光物体似乎在月球地平线附近快速移动。起初，他和奥尔德林以为可能是火箭第3级的残骸或设备反光。然而，当休斯敦控制中心回复说火箭残骸远在数千公里之外时，两人才意识到眼前的不明飞行物并非来自人类。更令人震惊的是，成功着陆后，当他们准备离开鹰号登月舱执行月表作业时，竟发现在不远处的山脊上静静停靠着几艘庞然大物般的飞行器。它们没有喷射引擎的轰鸣声，仿佛无声地悬浮在灰色的月面之上。这些飞行器的外形与任何人类已知的航天器都截然不同，体积极其庞大，通体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阿姆斯特朗写道，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显然不是月球上唯一的访客，在附近还有其他东西在注视着我们。那一刻，他只觉后背发凉，心跳几乎停顿，陷入了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撼与敬畏。就在这时，宇航员与地面控制中心的公开通讯突然中断了2分钟。阿姆斯特朗暗示，这短短2分钟里发生的事足以改变人类对宇宙的看法。他透露，我们当时受到了警告，对方的技术远远先进于我们，他们并不欢迎人类的到来。信中并未直接点明对方是谁，但从上下文推测，他指的很可能是某种外星智慧生命。NASA 随即指示2位宇航员保持冷静，按原计划完成任务，不要轻举妄动，并切换到秘密频道与他们对话，以防这些内容被公众听到。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依照指令，在未知目光的注视下，强作镇定地完成了插旗、拍照、采样等预定任务。尽管内心充满疑问和不安，他们最终还是按部就班地返回了登月舱，并将这个惊人的发现深埋心底。阿姆斯特朗在信中感叹，由于担心在地球上引发恐慌，当局对月球上遇到不明飞行物的事情下达了绝对保密令。当时的国际形势复杂微妙，美苏正处于冷战对峙，任何有关外星存在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震荡。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阿波罗11号之后， NASA 虽然又完成了几次登月任务，但在短短几年内就匆匆结束了登月计划。他写道，人类也许是由于对未知的畏惧而停止了继续探索月球，但真相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阿姆斯特朗也在信中倾诉，这次月球上的遭遇深刻地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常常梦回那宁静寂冷的月夜，梦见那些神秘的身影注视着自己，内心既敬畏又迷茫。
那感觉仿佛一只蚂蚁仰望星空般渺小无助，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他将这份难以对人言的心情埋藏了整整数十年，如今终于倾注笔端，希望人类能够正视浩瀚太空中可能存在的另一种智慧生命。据称，这封信是在2012年阿姆斯特朗辞世后，由其家人或好友公开发表的。消息一出，立刻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轩然大波。许多人震惊于这位沉默多年的英雄，竟然隐藏了如此骇人的秘密。也有人对信件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质疑这不过是坊间以讹传讹的故事。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对此保持沉默，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封信的存在，更让事件平添神秘色彩。不管怎样，这封最后一封信中描述的景象促使无数人重新审视阿波罗登月的历史，并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在月球上究竟遇到了什么？首先，前文提到的通讯中断和影像遗失问题至今让人费解。当年阿波罗11号登月直播突然中断的那几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NASA 的官方解释是信号故障或者切换摄像机角度等技术原因。然而阴谋论者认为，那段空白正是 NASA 刻意隐瞒宇航员惊人发现的时刻。更令人玩味的是，事后 NASA 声称由于保存不当，一些登月任务的原始录像带意外丢失或被覆盖，这意味着人类首次登月的一部分高质量影像资料如今无从寻获。如此重要的历史记录竟未能妥善保存，引发了公众对 NASA 透明度的质疑。有些人怀疑这些所谓丢失的素材中，也许记录了某些不宜公开的画面或对话。否则，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航天机构怎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其次，宇航员们的奇异遭遇和心理变化也成为未解之谜的一部分。除了阿姆斯特朗本人，许多参与过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在任务后的生活轨迹都颇为曲折。第二个踏上月球的奥尔德林一度陷入抑郁和酗酒，难以适应荣誉背后的巨大压力。阿波罗12号指令长皮特·康拉德后来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不幸丧生。阿波罗14号指令长艾伦·谢泼德晚年罹患重病，最终英年早逝。埃德加·米切尔在退役后公开宣称自己相信 UFO 的存在，并声称美国政府隐瞒了与外星人接触的真相。最后一个登月的人尤金·塞尔南生前感叹过，登月经历让他的人生观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变化。这些太空英雄，有的英年早逝，有的饱受心理创伤，有的突然转变信仰，热衷神秘学。有人据此提出所谓的登月诅咒，认为那些踏上月球的人死后大多厄运缠身或精神受困。当然，这或许只是巧合，加之太空飞行本身对身心的严峻挑战，但如此多相似的例子，仍然让人不禁联想，难道真的是月球上的所见所闻，在无形中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在此，月球上的异常现象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从阿波罗11号开始，不止一次有宇航员报告过在月球附近看到奇怪的光影或不明飞行物。例如阿波罗16号期间，宇航员曾拍摄到月面地平线上出现诡异的亮点，至今无法完全解释。阿波罗17号任务记录里也留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对话片段，仿佛宇航员在讨论某些看不懂的东西。甚至连苏联的探月计划也有类似传闻。据说苏联的无人探测器曾拍到月面存在疑似人工构造的物体，只是苏方对此同样讳莫如深。
这些零散的传言彼此呼应，仿佛都在指向一个可能性：月球上潜藏着某种我们尚未了解的秘密。值得一提的是，诡异的月震实验也为登月谜团增添了新的神秘。阿波罗12号任务中，宇航员曾故意让登月舱的火箭推进器撞击月球表面，结果整个月球竟震动了将近1小时之久，仿佛是个巨大的空心球体。这一现象让科学家们大为震惊，并成为后来月球空心说的由来之一。有人甚至大胆猜测，月球并非天然形成的卫星，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巨型飞行器。不过，这些想法缺乏严谨证据，只能让月球的谜团更显扑朔迷离。最后，各种官方疑点也给了阴谋论滋生的土壤。有观点质疑 NASA 的登月影像是在摄影棚里伪造的，例如照片中看不到星星，是不是因为拍摄时忘了在布景上加上星空？又比如插在月表的美国国旗看上去仿佛在飘动，难道有摄影棚里的风？其实这些疑点都有科学解释。照片中无星是由于相机曝光时间短，在月面强烈阳光下，星光无法显现。至于国旗看似飘扬，只是因为宇航员插旗时旋转旗杆带动旗面晃动，而在真空环境下缺少空气阻力，旗帜的摆动反而更持久。诸如此类的质疑早被科学家和亲历者逐一驳斥。登月的真实性还有月岩样本、激光反射实验等铁证支撑。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深信这些阴谋论。2002年，奥尔德林甚至因不堪一名登月造假论者的当面辱骂骚扰，一拳将对方打倒在地。可见，这些质疑令亲历者们何等愤怒。另一方面，阿波罗计划在1972年突然终止也让人费解。原本 NASA 计划一直执行到阿波罗20号，但在成功完成阿波罗17号后却戛然而止。官方解释称是由于经费削减和国家战略调整，美国将精力转向航天飞机和空间站项目。然而在阴谋论者看来，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美国当局受到了某种警告，因此数十年来再未踏足月球，而是将目光投向别处。毕竟，从1972年至今，人类再未迈出重返月球的那一步。甚至有传闻声称，美国暗中进行了阿波罗18号、19号乃至20号任务，在月球背面发现了外星飞船残骸和疑似生物遗体等惊人证据。这些故事虽无可靠佐证，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反映了公众对于月球秘密的无尽想象。事实上，几十年来关于阿波罗登月真相的猜测从未停止过，从纪录片、书籍到电影，都有人不断演绎登月阴谋的情节，可见这个话题对大众的吸引力之强。对于阿姆斯特朗当年在月球上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最后一封信的传闻到底是真实的临终告白，还是坊间杜撰的传奇？真相在扑朔迷离的往事中若隐若现。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从未停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在不断探索太空。阿波罗登月之后，我们发射探测器，访问更遥远的行星，建造空间站，长筑近地轨道。如今，美国的阿尔特弥斯新登月计划正筹备再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包括史上首位女性登月宇航员。中国等国家也在规划各自的载人登月行动。人类探索月球的脚步即将重新迈出。同时，
我们更将目光投向火星乃至更深的宇宙。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新一代探月者再次站在那片银白色的月球土地上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阿姆斯特朗当年的沉默，以及那封神秘最后之信背后的深意。当然，在追寻这些谜团的过程中，我们也要保持理性和敬畏。正如阿姆斯特朗在登月25周年纪念时意味深长地说道，真相常常裹着保护层，只有勇敢揭开的人才能获得突破性的发现。无论月球上是否真的隐藏着什么秘密，这颗人类的近邻始终静静地守望着我们。对于人类来说，它永远是一个充满未知与可能的舞台。阿姆斯特朗迈出的那一小步，激励了无数后来者踏上探索征途，而他晚年留下的这个谜题，则如同一面无形的旗帜，促使我们继续仰望星空，勇敢地去追寻答案与真相。如果有一天，正是真有外星智慧在注视着我们，人类将如何自处？也许真相揭晓之时，我们会发现它比传说更加精彩，也更值得人类深思。值得玩味的是，月球表面没有空气和水，阿姆斯特朗当年踩下的足迹至今仍在月面清晰可见。然而，留下这些足迹的人已经离我们而去，唯有那些永不磨灭的印记，仿佛在无声地守护着那段尘封的往事，等待着人类揭开其中的真相。月亮依旧高悬在夜空中，冷冷地俯视着地球上的芸芸众生。或许他早已知晓答案，只是等待着人类有朝一日鼓起勇气再次登临那里，揭开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谜底。